来，我敬大家，敬大家。老师贵子啊！谢谢，你这是儿子。多吃肉吧啊！来，喝杯酒，喝酒。干什么干？哎，走，哎，他也喝这个好，走，喝酒去。往哪里跑？你跑了，谁给我生儿子？啊！哎，臭婆子，下手还挺狠！我让你打我，让你打！他吃了吗？看看，多像不？像死了！我宝山的儿子不像我像谁啊？老爷子，宝山，哎，在那儿呢！宝山，孩子出生也没让他停下来，一次次逃跑，每一次被抓过来都要遭受更严重的家暴。我说你个臭婆姨还长心眼了啊！有你这么糟蹋粮食的吗？打死你这个臭婆姨！有你这么糟蹋粮食的吗？哎，你还长心眼了！打死你这个臭婆姨！有你这么糟蹋粮食的吗？宝山，你媳妇打我呢！臭婆娘，我打不死你！我打不死你！哎呀，宝山！哎，打我娘！我死你打！臭婆娘，打我娘！我让你还手！臭婆姨！白养活了你这么多年，还手！死你打！让你还！我死你打！快叫他打我！起来！妈妈，外面真的有高楼大厦吗？妈妈，姥姥姥爷真的会喜欢我吗？可妈妈，你为什么不带爸爸来啊？这辈子也跑不出去了，知道吗？等会儿回家，我打伤你腿。妈妈，你疼不疼？就当大家以为他认命的时候，今天惨案发生了。
他实在是受不了了，在一个夜晚，趁着家人睡着，一把柴刀砍了公婆和丈夫，一家3口，然后把屋子点了。救救他们吧！你救救爷爷奶奶他们！救救他们！还记得啊？你母亲被捕之后，一直不交代她姓啥，从哪儿来，也没从她身上搜出证明身份的证件。其实那时候她已经病重了，2个月后死在了医院。她悲惨的命运前半死了。有关部门是缺位的，但归案以后，政府是尽了最大的可能救他。很遗憾，我就不明白他为啥不告诉你他的来历呢？既然他最后一刻把你救出来，应该告诉你。可能他觉得我就是他留在这个世上最大的耻辱。陈叔，你咋带我来这儿啊？下车。到现在他的身份还没确定啊。嘿，那一到案啊，啥都不肯说。那到底是从哪里嫁过来的？还有啥亲人？问不出来。哦，身份证也没有的。就是婆家把她都叫秦。秦知道，秦的儿子王良。王良，你跟着孙警官去采下血样，做一个 DNA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外面也许有亲人呢。陈叔，没这个必要了吧？我亲人都在这儿了。娃呀，跟叔走，做一个，方便着呢啊！来，娃，把王良的 DNA 跟刘多多 DNA 做个比对。好。折腾半天还得是100斤的猪，就老陈说那个120斤猪还得放血，根本就不对。咋不对了？陈春的尸体当年塞进去也没放血呀。我们现在找了一个正好100斤的猪，电击致死。不。哎，我能配合做点啥呀？明天早上6点半局里集合，我跟局里和供热站都打好招呼了。7点半准时开始时间实验，别迟到啊。6点半集合，7点半做实验，提前1个小时啊！让你来你就来。哎，这一天也不见你人，你是有什么新发现吗？有新发现，我咋能不第一时间告诉你呢？我一个配合工作的。
时间实验猪实验。你说莹莹和大福啊，我当然记得。那一年，我是带着莹莹他们班，大福呢是我们年级实验班的。这两个孩子家里穷，比别的孩子啊晚上2年学，是班里最大的。这两个孩子呀，成绩都非常好，高考分呢是我们年级最高的。还记得他们俩上什么学校？大福应该是去了省立大学，莹莹呢比较可惜，她的高考分数不比她弟弟差，本来她应该上省医大的，她报考的第1志愿也是省医大，可是很遗憾呀，最后她选择了省城的一所大专。能上医大，为什么上大专呢？哎，这不家里条件不好，供不起嘛，只能牺牲莹莹了。那年他是那所大专录取分数最高的学生，学校像捡了块宝，高兴坏了，给他免了全部的学费，还给了他高额的奖学金。走，再留下，走。下课了，下课了。可惜了，谁说不是呢？当时我还专门找他谈过。上大学了也不能放松啊！谢谢郭老师。郭老师再见。好，去吧。郭老师，刘莹莹，你想好了，真的要改志愿吗？明明可以上医科大，为什么选择去大专呢？
从医科大出来，你可以选择考研，也可以选择直接到医院，经过几年实习就可以做医生了，这不好吗？我想好了，我要上大专。咱们班就你一个人考上医科大，你不能就这么放弃。郭老师，我们家一下考上2个大学生，我爸他负担不起。那你爸也不能因此就牺牲你啊！再说了，有困难的话也可以申请助学贷款。我也想过，但是上医科大就要5年的时间，毕了业以后想要留在省城的医院还要考研究生，算下来要7、8年。我要是上大专的话，3年就毕业了，就可以赚钱了。你爸的目光也太短浅了，就是为了让你早点赚钱，就把你的大好前途给放弃了。刘莹莹啊，你不能这么做，这么做，将来你会后悔的。要不然，老师，我想好了，我就上大专，不改了。我不忍心放弃他，曾经想找他父亲谈谈，可去了2趟，他们家不给我开门，只能算了。最后一次见他是在汽车站。莹莹姐，哎，顾老师，刘莹莹，顾老师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来送我侄子，这不该报道了吗？你这也是去报道啊？顾老师，谢谢您这3年对我的栽培。哎呀，情绪不错嘛。你爸逼你改志愿的时候，哭那场忘了？我也想明白了，光哭也没有用啊。上大专也挺好的，等毕业了可以升本考研，只要自己努力就行。离开这儿了，我爸也管不了我了。你这孩子啊，也太不容易了。去金川的记住自己的话，要努力。去金川的车检票了。那我先走了。去吧，去吧。那我走了，莹莹姐。一路平安。回去吧。刘莹莹当然记得呀，她可是我们学校的风云人物呢。怎么个风云啊？她当时的高考分数啊，在我们学校至今没有被人打破。这么厉害的？一本的成绩来到我们专科学校，就是这么厉害。她不但学习好，有上进心，人也漂亮。哦，对了，她还连任了3届的学生会主席。确实厉害哈！3、2、1，加油！后来她谈了个男朋友，学习一般吧，但人家在省城，父母都是干部。他家给刘莹莹在省公立医院联系好了工作，就等着他俩一毕业呀，就都留在省城。
听上去挺般配的，为啥分手了呢？具体原因我也不是很清楚，好像是临毕业那学期刚开学没几天，就听到了他们分手的消息。其实吧，当时在同学里面是有一些关于刘莹莹的流言蜚语的，有说她不自爱的，也有说她脚踩两只船的，反正说什么的都有。说实在的，就是不靠那个男孩，刘莹莹还是能够留在省城的，因为她的学习一直是我们全校第一的。只是那些流言蜚语对她的影响还是挺大的，她整个人根本就不在状态。刘莹莹一毕业就回到了库鲁，我对她的决定至今都无法理解。不理解，关键时刻老师没帮忙啊。我也找他谈过，但是他说，他弟弟留在了外地工作，他的家里也需要人照顾。不过他的这个想法也是可以理解的，基层需要医护人员也是现实。您的咖啡。欢迎光临，先生几位？江潮吧，库鲁陈江河。哦，陈警官您好。哎，你好。啊，您请坐。哎呀，我的警官证。陈警官，你喝点什么？都行。那我就按我的口味点了。可以啊。服务员，2杯美式。好的，请稍等。哎，能加点奶吗？啊，好，一份加奶。好。奶的那份里面加点糖。嗯。听您电话里说是有事儿问我。啊，有事儿。就是想打听一下，你当年上大学时候的情况。刘莹莹跟你是同学啊？是一个学校的，但不是同一届。谈过恋爱？对，谈过。还有联系吗？自从他回了库鲁以后，就再也没有联系了。他也没跟你联系过？年前跟我联系过一次，说要约我见面，当时我也挺意外的，真的是很多年没有联系了。我女朋友正好也在，我们3个人就见了一面。为啥带着现女友去见前女友？咋想的？不想惹麻烦呗。不想惹麻烦。刘莹莹给你惹麻烦了吗？也不算麻烦，就让我帮她挂个号。啥号？医院的专家号。他当时带着一个小女孩，说要给孩子看病。你也知道，医院的专家号太难挂了，黄牛号又太贵。他知道我有一些医疗方面的资源，就找到我这儿来了。当时我看他可怜，我就想给他些钱。我刚把钱掏出来，他突然就跑了。我女朋友还说呢，说这女的怎么看起来有点神经。这些年她真的变化太大，我都奇怪，当年我怎么会喜欢过她。当年你们俩要是真的走到一起，莹莹她情绪怎么样？莹莹姐已经连续加了2、3天的班了。莹莹啊，孩子的后事没办完，你先别上班了。工作起来还好些。那好吧，小梁，有事情照应着点。好。
莹莹，别人听着想哭就哭出来。护士长，我没事儿，谢谢。他的孩子至今还躺在太平间，他却一直在上班。他说这样心情会好一点，我觉得倒是也可信。从案发当晚，他一直在坐班，下午6点多王良来了。王站长，您来了。莹莹姐她去给病人换药了，您先进来等会儿她吧。吃饭了吗？没吃。还是吃点吧。没胃口。莹莹姐，您这都3天没合眼了，要不您去休息室去休息会儿吧，这有我呢。没事儿，我就是有点胸闷。是啊，莹莹姐，今天晚上病人不多，您就去休息吧。姐，这交给我吧，您快去休息会儿吧。给我吧。那辛苦你们了。没事儿，放心吧。3床的病人注意一下啊。好的。王站长，你快去陪陪莹莹姐。辛苦了。没事儿。沈小河，上来。哎，罗警官，刚上去那个是不是沈阳河？啊，他怎么回来了？刘姐叫他回来的。哦，哎，说这干的咋样？哎，我就想不通，调你回来还不愿意回来，做真题。哎呀，还是那个样子啊！怪不得你生不上气呢。要不是当年因为师傅的事情，你跟老局长撕破了脸，还自己非要去落车，你现在最起码应该是个所长了吧？职位高，责任大，不作为有啥用呢？你少给我阴阳怪气了。案子过去7年了，组织上也给师傅评定了工伤了，你还有啥过不去的啊？我开了3个小时车，来了你给我放这些放啥呢？你说呀，你咋把我调回来出啥子呢？这全没让查的，我想的嘛。哎，秦姐，我听刘局说，当年负责锅炉抛尸案的那个葛队，现在不在队里了，他调去哪儿了？你可千万别在陈江河面前提起葛队啊，他能吃了你。这么厉害呀？他就是为他师傅才去了落车的。这个案子你让外面人查，万一查出个啥事儿，哦，说我们以前办个错案，打谁脸呢？不是打我们脸的吗？所以我想，我同意调回来。第一，第二，这案子错不了丁宝元干的。第三，复查这个案子是啥？第三是啥？佛山，你现在是领导，咱们俩说话保持距离。哦呦，怂样子哎，时局是这么搞破的，我们自己先认真的自查一下，到时候检察院的同志来了，
对吧？也好给个说法。你干丫头啥背景？说话一套一套的，看上去没求啥本事。你有本事的很啊！你看看你这个穷样子，就是个放羊子哎。放羊咋了？放羊的警察咋了？哎呀，妈你还狂呢！我跟你讲，那小丫头不简单，人家是正儿八经公安大学研究生毕业的。打听过了，人家在市局破过几个大案子呢。都是参与的吧？是我也破了不少案子，我也跟着参与了几个。那参与也算人家功劳嘛，对吧？哎，这个查案你怎么不参与呢？你以为市局就下来罗一伟一个人吗？还有王处长呢。罗一伟只是负责调查跑腿，人家王处长一来就给我要了个办公室，我天天在那儿审案卷呢。哎，我不得陪人家吗？你给我说，能不能配合罗一伟调查这个案子？能不能办？干不了，干不了。我放羊的警察干啥呢？你开玩笑的呢吗？行，那就不办，让外人办，就让师傅留下遗憾。师傅留啥遗憾了？王老师把师傅从医院接回家了，你不知道？为啥接回去？王老师说不想治了。哎，你能不能干？哎，要不你能当领导呢？老马，什么意思啊，刘局？自查为什么要他来？当年师傅怎么出的事？他要是真回来了，队里的兄弟会不服。你看看这个，哎，大勇，你俩看看这个。我刚把这个给了，对吧？师傅！江河，王老师买菜去了。你不打个电话，都不知道你要来。牧区的羊腿肉，嘿嘿。上回你给他带那鲜羊奶，喝了气色好。是啊，嗯，哎，那太好了，我这次走得急，下回吧。好。你这次来能待几天呢？你那房我一直没收拾。老葛啊，回来啦，看看谁来了。你在我这凑合2天，隔壁那屋一直是空的。不了，领导抽调我回来工作些日子，我也回家拾掇拾掇。来来来，看看谁来喽。行，我去做饭，你陪他聊聊天儿。啊，完了咱们一块儿吃个饭啊。王老师，我来做吧，我现在做饭手艺可以的，晚上我做清炖羊肉。是吗？那我尝尝。好。哎呀，咋把我师傅从医院接回来了？徐律师不想承担医药费了吗？哎，那可不是，你可别这么想。你师傅躺下这几年，局里可照顾他了，是我硬要把他带回来。
你想想，家里多方便呢。再说了，你师傅最怕的不就给人添麻烦？师傅在医院躺了好多年，这身体机能肯定不如以前了。万一有一个还是在医院里方便，你一个人上了岁数，我俩好着呢，你不用操心。你师傅这把年纪了，这一躺7、8年，我有时候替他想想，我都觉得难过。你说他是闲得住的人吗？所以我干脆回家来，家里更方便。我就这么陪着他。哪天他熬不下去了，也是他的命。你把自己的生活工作安排好，你还有大事要做。闲了你就过来看他一眼，没时间不用老惦着往这儿跑。我给他喂饭去，开饭喽。哎呦，你说这个东西有什么好啊？来，给，闻着就高兴哦。今天高兴，多吃点咱哦。各位领导好，我想谈谈葛大杰同志工伤评定的事情。江河，我们现在正在开会研究这个事儿呢，你先出去等消息。谈谈个人的看法感受。葛大杰同志在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28年，他这一生是最在乎自己的名声的。对我们这些年轻的干警也是不遗余力的培养。我敢保证，当天他一定是因为公事才出去的。陈江河，你怎么能证明你师傅葛大杰那天不是因私出去的？我记得当天是6月23日，我一进办公室就看见师傅在翻阅旧的案宗，他应该是发现了什么新的情况，才急匆匆的出去的。小刘，那天你师傅出去的时候说过“白酒”2个字，你记得吧？哦，可能说过，也可能我听错了。听到就是听到，到底听到了没有？不可能是白酒，我查了，6月23日不是黄道吉日，也不是什么吉利的节假日啊什么的。那个当地的风俗，如果是白酒喜庆，一定会选择一个大吉大利的日子的，啊，是吧？大家都知道的。陈阳河，哎，那天你跟着你师傅一块儿出去，你师傅干什么去你最清楚，那你说说呗。啊？随便你，要不要告诉孩子？同意。嗯。休假了，喝一个。来，你我跟你讲，局里边给你那个处理意见我看了，别往心里去。领导的意思让你自己选，你听我的，就去这里的派出所，别非要去那个骆驼，干啥去呢？
去乐车咋了？叫他干啥去呢？放羊去了吗？放羊咋了？不行吗？哎呀，哎，师傅的这个工商鉴定没下来呢，上官也没有把话说死，咱们可以争取嘛。再说了，咱师傅当警察一辈子了，多少年，陈局、严局、魏局，哪个不知道师傅是啥人？陈哥，我得跟你说一下啊，你跟组织上闹啥情绪，闹啥别扭呢？你前两天高高兴兴的说，哦，我升多少级了，我一受处分，哎，不行了，我出去呢。你把那个情绪稳定下，行不行？我情绪稳定的很。师傅的私信你当然要争取呢，我的私信你不要管。你现在是代理支队长，说啥做啥，底下人看着呢。你帮我个忙。说。师傅那辆车快报废了，我想开下去。行了。陈哥，哎。乐车的烤全羊等着我呢。唉，臭脾气啊！下去也好，摸摸他的性子。要是肚子饿，对死，天到晚就知道饿。你是狮吼，当然不知道饿了。师傅，我来的太准时了，1秒都不差。这桌子没人坐吧？赵远，哎，过来一下。
把这个饲料喝到。行。今天有什么工作安排吗？大的不复产了。暖气不热呀！供热站这帮怂货咋烧的暖气呀？老马，每年冬天都这么冷吗？这屋子里还要穿大皮袄。去趟供热站吧。我吗？有时间吗？配合你的工作啊。李锐，给老陈弄台电脑。哎，你们是哪个单位的？我们这外人不让进。啊，找王良。啊，王站长，稍等一下。这个厂有多少人呀？当年2300多人，现在就不知道了。陈叔，你咋来了？熬到站长了？嗨，什么站长啊？一共就7、8个人哦。现在多了个副站长老杨，现在比以前轻松多了。我们俩倒着班呢。哎，里面请。孩子有没有啊？没呢。丫头小子？没有没有。没有孩子还是没结婚呢？都没。都站长了，没认真谈一个呀？没遇上合适的嘛。28了，人家孩子都满街跑了，还不抓紧？这不得靠缘分吗？强求不了。这里跟8年前比有什么变化吗？介绍一下啊，这我们市局下来的罗警官。哦，罗警，你好。罗警官你好，也没什么变化，跟之前一样，一年烧大半年的锅炉，剩下小半年啊回厂里干别的。锅炉换了吗？没有，哪有钱给我们换锅炉啊？这季节野麻子开花少见啊，咋养的呀？啊，这里温度高。丁宝元申诉了，这个案子我们要重新复查。哎呀，他申诉什么呀？这你就不要打听了。你去把当年那个7个人啊，不，有一个不丁宝元在监狱里呢吗？其他6个人都喊来，你从头说起。啊。哎，王站长，你让下面人去喊吧。我第一次来，你带我参观一下。好嘞。二宝、老王，你们过来一下。哦。你们去把站里以前的那个老师傅请一下。8年前啊。啊，8年前的。哦，哎，行。哎，陈叔，当时9点交接班完以后，我就跟师傅在值班室下棋，1个晚上都挺正常的。谁知道到了早上以后，就从那掉出一具尸体来，我当时可被吓得不轻。从那以后啊，我都不敢值夜班，好久才缓过来。哎，喂，陈叔，老陈把你的墨镜摘了。屋里戴什么墨镜？哎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哦，装煤机，就一次性啊，把煤装满了以后，它15分钟就会自己喂一次，5个小时都可以不用管它的。那你还说你们领导不管？是领导啊，我们自己弄的。谁弄的？我随便弄的。你啊？啊，就是不识字儿啊，没上几天学，本事大了。王站长，罗姐，
你叫我王良吧，别叫我王良，这个门位置变过吗？哦，没有。我看当年的案宗，案发当晚，这屋里屋外的灯都一直亮着。哦，这只要装着煤就亮着灯。哦，那就奇怪了。从这个门到值班室不到20米的距离，有人背个人进来，你们就没有人发现吗？我当时也觉得奇怪，我是背对着门的，我师傅虽然是正对着，可我们当时的心思全在下棋上呢。他一连输给我3把，都输急眼了。输赢挺大呀。站长，那个王苏跟李苏已经到了，其他人还没过来呢。你让他们在值班室等着吧。哎，好嘞。哎，刘师傅来了，都在值班室呢。哦，哎，王良呢？哦，站长，锅炉房呢。咋了，罗姐？这是进煤口吧？哦，是。上面这个呢？哦，这个是配合下面的装置。以前没有吧？啊，是。哎，那个门是干嘛的？哦，这个门平时装卸煤用的。晚上开吗？晚上不开。前面进煤口塞不进去人，这儿看。这个煤从前面进煤口进去啊，最后都得调到这个后闸房。王良，打开看，看看给罗警官。啊，给我看看。不好意思啊，罗警官，这2个多小时没出了，不好意思。开后闸箱是个技术活，没事吧？这光把人塞到后闸箱里不行啊，得放到那个传送带上，这样尸体才能随着传送带在锅炉里边转。当年我们这个时间估算过，这煤从进煤口进去，调到这个传送带上顺时针转一圈，时间需要1个小时45分钟。要是从后闸房塞进去，那得顺时针1圈，再调到后闸房来，时间超出1倍，那就是3个半小时。当年凶手可能不知道这锅炉炉温不够，3个半小时只能把尸体烧成半截焦炭。哎，刘师傅，来！当年那几个师傅之一刘三成，刘师傅，市局的罗警官，您好。我们这次来啊，是把那个当年那个案子啊，要再查一下。你跟罗警官好好复。复啥嘛？你复了那么多遍，8年了，咋又想起这事了？爸，丁宝刘在里面申诉了，说人不是他杀的。陈叔他们也是工作嘛，让我们说啥就说啥呗。你们2人不是师徒关系吗？哦，我是师傅带大的，所以师傅跟爸没什么区别，而且师傅还收我做义子了。结案后发生的事儿，这个案宗上没写，是吧？好好说呢。那啥，当时我们俩就在值班室下棋，这一夜都没啥事啊。这天蒙亮的时候，就掉下了一个四手，还把我吓得赶紧就让王良去叫站长。再后来，公安就来了啊。对。王良，你跟我出来一下。起来吧。差个李师傅就到齐了，催下去。啊，行。二宝，小罗，叫我干什么？
你把王良叫出去，啥意思啊？刘三成什么反应？我反应？你们市局破案子就靠这种雕工小技啊？你破案就靠扯闲篇儿。我的个！哎，王娘，听说你还单着呢，我看干脆找你干爹当老丈人算了。哎，这是，哎，老弟，你看人还待着呢啊，我看和王老挺般配啊。哎，爸，哎，我听我家小子说，我这有水啊。最近这个奖金高了。大家静一静吧。这位是陈警官，大家以前就认识的。这位是罗警官，来了解一下当年的案子。大家知道啥就说啥。陈叔，你看，我就一个小要求，咱开会的时候，能不能先不要出言？好，尊重一下女士。好的，啊，罗警官，闪问啥？大家平时上班都穿工装吧？对，穿都这么大的灰。对，单位有规定，上班的时候必须穿工服。鞋是统一发的吗？鞋的话容易坏，穿坏了就穿自己的，但一般也都是劳保鞋。像这种旅游鞋，大家上班会穿吗？穿着看一下。这鞋不便宜。鞋穿值得上。干活谁穿这么好的鞋哦？平时供热站会有外人进来吗？比如家属？偷煤的。对，晚上要防偷煤的。白天的话，偶尔会有人来找人什么的，所以也说不准。行，那大家去队里把8年前的情况说一下。那旅游鞋的照片啥意思？卷宗里不是提到你们当年在锅炉房提取了6组脚印，第6组脚印的鞋底纹只提到了1小节。当时现场破坏比较严重，而且你们那时候技术手段有限。这次案件复查，市局的同事根据当时市面上销售的旅游鞋进行比对，那双旅游鞋的脚印鞋底纹正好和第6组脚印的鞋底纹高度吻合。能确认吗？哦，痕迹太少，鞋码和男女款不能确认。白说。工人们说了，不能穿旅游鞋上班，那就说明当时有外人进入供热站了。老陈，你不觉得这师徒俩当天晚上什么都没发现，很奇怪吗？哪奇怪？从值班室到后门不到20米的距离，灯一直亮着，一个人背着一具尸体，几乎是从他们眼皮子底下过去的，怎么可能没发现？心思都在棋盘上，两个人不抬头有可能看不见。锅炉声轰隆隆的，有点声音有可能听不见。那个背尸体的人呢？明明知道屋子里坐着2个人，还敢这么大胆的往里背，那只有一个解释，就是他知道，即使被发现了，我不害怕。所以我觉得他们是师徒联手。跟你说过了，这师徒要是联手，尸体从炉子里出来了，马上就塞回去了，还去找金宝元报告。那他为什么不怕暴露？不得不冒险吗？反正我觉得很奇怪，这师徒俩肯定跟我们隐瞒了什么。
多多在哪个病房呀？姓什么？骆车来的，得白血病那个小孩。哦，307病房，他最近没有治疗，您过去吧。好。燕子说：“这里的春天最美丽。”不对，陈伯伯，嘿，你怎么剃了个小光头啊？啊，凉不凉？一点都不凉，热的。是吗？吃饭了没有啊？没吃什么，我不想吃。这饭不好吃是不是？是。那怎么办？我给你买点吗？对了，陈伯伯，告诉你一个秘密。哟，秘密呢？啥秘密啊？我想生病，不想好。想生病不想好啊？我有病，我妈妈就要我了。哦，这不是多多天天盼着的吗？哟，这花这么好看，谁买的呀？舅舅。舅舅买的。对了，陈伯伯，您知道有一种叫曼陀罗的花吗？不知道。有一种曼陀罗是黑色的，你见过吧？哎呦，没见过，你见过吗？多多，妈妈抱，来抱。你好。哎，我城江河骆车来的民警来看看多多，带点营养品养血。谢谢您。啊，不客气不客气。多多，拜拜，上班去了，啊，改天再来看你。送一下陈伯伯，坐。哦，多多现在病情怎么样？医生说没多少日子了。我说小孩的白血病好治吗？骨髓找的怎么样了？没找到合适的供体，我也没配上。孩子爸爸呢？他没爸。我是09年下村认识的多多，好几次见多多站在草原上望着远方。我问他望着谁呢？他说等孩子妈妈接他回去。这治病经济上有问题，我可以让所里照顾大家想想办法。谢谢您。多多，干什么呢？这多脏啊！妈妈，这是羊血，不脏。太姥姥给我做过，很好吃。多多喜欢吃啊，妈妈做给你啊。口罩戴上。刘局，哎，刘局，小罗啊，哎，找我有事儿啊？啊，跟您聊两句。刘局，为什么当年负责案子的2个人，一个至今躺在病床上，
一个明明请调省城，却下放到了洛车，是不是我们当年在侦破案件的过程中出了什么问题啊？这个案件结案的第2年，葛大杰同志和陈江河同志因公外出，遇上了沙尘暴。很不幸，葛大杰同志的车陷入到了流沙里。那陈江河呢？陈江河本来是能调到省城里去的，但是因为他家里出现一些状况，他个人主动选择了去基层。不是下放啊？不是，陈江河这个人呀，身上的臭毛病确实不少，但是他对工作的态度是认真的，能力也是毋庸置疑的，请你相信他。干啥呢？罗警官给的任务。你叫啥？李锐。对着呢，跟市里下来的警官好好学习呢。哎，这谁？孙彩云。哦。老马，兔有你熟，说说刘云云的情况。这案子当年是你干的，你都比我清楚啊。说啥呢？我离开顾鲁7年了，谁清楚啊？也是，刘莹莹当年在省城上大专，回到咱这儿，就在县医院当了护士。找我回来有事儿？有什么话说吧。多多最近不太好，我要赶回去照顾她。王良不能留了。老乡，丁宝元和他老婆会见了。他老婆孙彩云？是，这样的老婆不多见。怎么不多见？从丁宝元进来第2个月起，每个会见日他都来，怎么又想起提审他呢？丁宝元提出申诉了，这个案子我们要重新自查。说他出了这8年，我觉得是他。您总得有什么依据吧？干我们这一行的，时间长了，谁是罪犯，谁是被冤枉的，不说100%，也8、9不离10。以我对丁宝元的了解，如果事情不是他做的，他不会主动承认。2号窗口就是丁宝元，对面是他老婆孙彩云。那是他们的儿子吧？几岁了？应该7岁。这样的老婆不多见啊。家属的安抚对犯人思想改造工作很有帮助。丁宝元在我们这里是积极改造分子，他平常没事的时候喜欢看书。他看什么书啊？就一本小说。孩子大了，越来越不听话了，学习成绩一直提不上去。老师昨天都把我叫到学校去了，他把同学也给打了，把人家脸都给打肿了。你今天必须好好教育教育他啊！壮壮，叫爸爸。你这孩子，叫爸爸。爸。哎，壮壮，为什么打架呀？
他们说我是罪犯的儿子。那你就把人家给打了。妈妈平时怎么跟你说的？叫你好好学习，好好学习，将来做个有知识、有文化的人。知识能改变命运，知道吗？怎么了？孩子大了，开始要脸了，别说他了。行，那你说吧。我跟他说。壮壮，你记着啊，爸爸跟你说，不管谁欺负你了，谁瞧不起你了，该打就打，男子汉不能怂啊。但是呢，得有轻有重，别吃亏就行。学习成绩千万不能落下，记住没？知道了。乖，听你妈妈话啊。这本书就是丁宝元平常看的，沙尘暴，名字倒是跟我们这地方沾边儿。作者关桥，这本书是丁宝元托我们管教人员去买来的。他托你们买的？对。他在这儿劳动表现非常好，挣了2公分，突然有一天跟我们提出想买这本书，按规定也不是不可以。我们送进来之前检查过，感觉就是本地摊文学，也没什么特别的。不过这丁宝元也挺有意思，这有个5、6年了吧，天天看这本书，都不知道看了多少遍了。5、6年天天看这本书，啥书？关桥写得好吗？热河县的煤采完了，整个县城也像被榨干的煤层，眼看着被掏空。青壮年离开了。谢谢啊。妈妈，我想吃汉堡包。吃什么汉堡？今天没时间了，赶紧回学校上课。我再跟你说一遍啊，以后不能跟同学打架，听到没？动脑子，你再打架，长大就抓到这儿来了。哦，上车。里边那味怎么样啊？好吃好喝，挺好的。还是红衣服好看啊？